香港中小型地產發展商正面臨前所未有嘅債務危機，大量未償還嘅巨額貸款猶如計時炸彈般倒數，隨時引爆香港樓市。當債務壓力夠大，迫使佢哋拋售手頭上嘅單位為求自救嘅時候，就會導致大量嘅物業新盤湧入市場，勢必引發樓價大跌，從而整冧成個香港嘅地產行業。而家我哋再睇下 YouTube 嘅世界，咁錄屏嘅時間係2025年嘅7月19日。我就咁喺 YouTube 打發展商3個字啫，睇下有啲乜嘢事發生，會係又爆煲，又未過黑暗期，又貸款違約，又虧損數字驚人，之後又困局影響經濟，唔計我自己嘅仲火燒連環船同蝕本賣樓添，係唔係好恐怖先？但係事實到底係咪咁樣呢？大家好，我係阿米。其實喺我嘅頻道入面一早已經有觀眾已經想問我有關中小型發展商嘅數據，但我之前都係拒絕嘅，因為好簡單咁睇，我見到我做嘅數據就係揾未來嘅海量供應，入面根本極少係出自呢啲所謂嘅中小型發展商，所以呢啲可能要劈價嘅單位一定係少之又少。對於成個樓市嘅新盤嚟講係不值一提，亦需要十分之浪費時間去做數據整理。不過似乎見而家成個世界係會有人帶風頭，再去到網上嘅人就會爭先咁去介紹呢啲新聞嘅內容。講到未來發展商就好似好唔掂咁，再有個名人講多句黑洞比想像中深，唔講仲以為住宅市場即時就會因為中小型發展商嘅債務問題，未來一定會大平賣。咪我唯有花多少少嘅時間去做呢啲嘅數據出嚟，俾我嘅觀眾更加立體去了解實際嘅情況。所以喺呢條片我就拎咗11間中小型發展商嘅年報同大家分析，睇下係唔係會造成樓市黑洞，再令樓價進一步下跌。如果你都想知道呢啲內容嘅話，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去了解完整嘅內容。同時支持我嘅朋友，麻煩你哋而家撳個讚先，不但可以表達對我嘅支持，同埋日後你都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嚟重溫。最後，如果你都想定期接收對你財富有幫助嘅資訊，可以而家就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接收我哋逢星期5上晝8點半為你更新嘅影片。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首先你要知道，我哋而家講嘅係樓市，係香港住宅市場。到底呢度咁多發展商係唔係真係佔未來香港住宅好多嘅份額呢？咁我睇翻呢邊明報嘅新聞嘅9間發展商啦，你哋苦心自問識唔識佢哋有冇做過啲乜嘢大型發展？其實多數都係做單支樓或者同大財團合作做項目，甚至我呢個睇開樓市同股票嘅人都唔識呢個代號為160嘅漢國置業係做過啲乜嘢住宅。咁到底佢哋手上嘅住宅項目係有幾多呢？呢度咁多間發展商係唔係未來真係會有大量嘅新盤平賣？就係我哋投資者需要思考嘅問題。喺度我加多2間公司，分別係由網民介紹代號為199嘅德祥集團，仲有代號1274嘅佳明集團，作為我哋今次研究嘅核心。而家為大家即刻送上呢11間公司最新嘅年報入面所披露嘅香港住宅發展項目到底有幾多？首先就係由網民發掘代號199嘅德祥集團。咁我哋睇翻佢個年報，只有2個嘅住宅項目。第一個就係土瓜灣上鄉道項目，佔72%，建築面積挨近6萬尺。我再揾埋啲網上嘅資料，只係得111伙。另一個項目喺半山，呢啲位置你都唔會預計佢係做一啲可以影響整個樓市嘅項目。咁嗰位網民拎呢一間嘅公司年報分析嚟又有咩用呢？呢間公司對樓市嘅影響幾乎係微乎其微，所以啲網民都係幾搞笑。呢頭又講10萬伙供應，嗰頭又講發展商唔掂，但係可能呢啲發展商只係得100幾十伙嘅供應，仲要都未必係上車盤或者係樓市嘅核心供應，又有咩用呢？跟住我哋而家睇下，又係網民發掘股份為1271嘅佳明集團，咁喺年報上面佢就有5個項目嘅。咁明橋匯係一個比較出名嘅項目，就喺青衣。網上嘅數據講佢只係賣剩5伙，明進就已經賣晒。剩翻3個項目，分別係聯發街北角同埋明譽，即係呢啲都係單支樓，甚至係洋房。咁加埋係300伙都冇，對個樓市嘅供應又有幾大影響呢？跟住我帶大家去睇下明報所講9個嘅發展商。首先我哋就睇下代號為35嘅遠東發展。咁其實佢嘅發展就唔算好多，可售嘅樓面面積見到比較大嘅都係得柏慧森，而柏慧森佢自己只係佔50% 嘅權益。雖然佢嘅另外一間嘅發展商係新世界，咁呢個盤而家都見到係賣緊。根據資料顯示就只係賣剩701伙，
同埋柏衛森都唔係一般嘅上車盤項目，呢一點係我哋需要去留意嘅。而屯門藍地項目有近1400伙，但係項目仲係規劃當中，預期2030年竣工，根本唔係影響今日樓市嘅短期供應。如果遠東真係有債務問題或者冇數圍嘅話，發展商更加可以暫停發展。咁去到其他嗰啲項目都係嗰啲小型發展或者係洋房，加埋先300伙左右，對個樓市影響唔大。跟住我哋再睇下代號為129嘅泛海集團，咁佢比較出名嘅項目就係匯都，喺5月嘅時候已經售罄，呢個盤對未來樓市嘅新供應已經毫無關係。之後你再睇下佢其他嘅項目，大概寶豐只係得16個單位，仲要係豪宅嚟，咁又關個樓市乜嘢事呢？再去到渣甸山嘅皇帝又係豪宅，出年報嗰陣時已經賣咗75% 嘅單位。最後去到藍地項目都係得個8萬平方尺，網上資料顯示為184伙嘅單子樓，喺北部都會區發展，直情俾政府收翻塊地皮，咁你都預計到呢個發展商未來嘅供應量幾乎可以用冇嚟形容㗎。咁我哋再睇下代號為160嘅漢國置業。啱啱我都同大家分析過，我係一個睇開股票同樓市嘅人，都唔認識呢間公司。咁我哋再睇翻佢個年報，佢主要係做酒店業務而唔係住宅。佢唯一一個發展緊嘅項目就係淺水灣南灣道有一個地盤面積大概2000平方米左右，佔50% 權益嘅豪華住宅項目，對成個樓市又有幾大影響呢？定係有人純粹想用啲財務比較差嘅公司去湊大條數，先係值得我哋投資者思考嘅問題呢？跟住就係代號為163嘅英皇國際，亦係新聞報導入面中嘅主角。假設佢真係好唔掂要平買啲樓，咁佢又有啲咩選擇俾我哋呢？首先係半海同埋壽臣山15號都係洋房，伙數又少，又可以影響到個樓市幾多呢？跟住就係晴天賣剩2伙，半山8號同跑馬地嘅項目已經售罄，最後得翻般咸道項目得翻80伙。雖然英皇國際係今次嘅新聞主角，但係加埋得82伙嘅分層單位俾我哋選擇，要平賣都唔會對樓市有任何影響，何必有危言聳聽去製造恐慌情緒呢？跟住嚟到就係代號為488嘅麗新發展，佢就比較好，因為你可以喺個官網直接去揾翻佢嘅項目供應量。咁根據網上嘅資料，上拍就已經售罄，剩翻黃竹坑項目只係佔15%。有825伙，其餘3個項目加埋都只係得158伙，我又見唔到對個樓市可以有咩好大嘅影響，而且嗰啲都係比較高級嘅發展嚟，對個樓市影響基本上係唔大。跟住嚟到代號為1098嘅路勁，其實呢間公司喺香港嘅發展係十分之少，喺晉環佢哋有800個單位已經賣咗763伙。即係剩翻37伙，仲要以豪宅定位，對個市場影響又係唔大。之後另一個海和山就有693個單位，出年報嘅時候只係賣咗260伙。雖然呢個盤定位係上車盤，不過海和山個地段我係十分之不睇好嘅。我再上網揾翻而家嘅銷售記錄，其實而家呢個盤已經賣咗552伙，即係之後路徑喺未來嘅供應係得翻不足200伙。同時我都幾欣賞呢位主席講得幾誠實。都坦白咗當時海和山係賣得唔好，亦講佢未來係唔會賣地，亦即係呢間公司喺香港暫時唔會有其他嘅發展，你都唔使預期路徑喺中短期內有啲乜嘢嘅新供應。而家我已經講咗8個發展商，我認為呢啲發展商對未來嘅樓市係不值一提嘅，因為嗰啲離譜到賣剩100幾十伙，都當做一個發展商去睇未來成個樓市。我認為呢個衡量方法係十分之唔公平，但係我都認為有幾個發展商係值得我哋投資者稍作留意嘅。第一間就係代號為1243嘅宏安地產，其實呢間發展商都比較出名去做一啲樓底好高、尺數好細嘅單子樓，多數以匯字開頭。咁我哋再睇下宏安未來有啲乜嘢項目，年報睇就有11個項目，其實有啲都賣咗一段時間。由於佢發展比較多，我今次就唔慢慢截圖啦。你見到佢係有7座洋房，拉活已經售罄，其他加埋只有1300伙嘅供應。同時油塘4山間項目喺2028年先落成，伙數佔比都比較多，而家只係2025年。佢真係有債務問題嘅話，亦可以選擇去慢慢拖延。
所以呢個發展商我哋只需要係稍為留意，而唔係需要擔心。之後嚟到代號為173嘅嘉華集團，佢嘅項目又係比較多。你見到佢好多項目都係得個幾千平方米，喺啲比較優質嘅地段嗰度，根本就唔係一般上車幾百萬冧心嘅單位。其他都係合營項目，而且佢佔嘅權益多數都唔高，加上維港匯、柏龍、海柏豐嗰啲都賣咗一段時間啦。嘉華嘅供應主要就係集中喺我之前所講嘅啟德同埋康城最後一期。呢啲又唔係上車盤嘅供應，仲要佢佔嘅權益都唔係好高，但係個供應量係多嘅，所以都值得我哋稍為留意。最後一間我就認為真係需要去留意嘅發展商就係代號為34嘅九龍建業。睇落個年報就冇乜嘢嘅，得個西營盤高階項目叫半山明匯，大概得111伙嘅單支樓。豐澤街項目就比較細，今年先開始建築工程。再嚟就係大家都比較認識嘅海欣莊園已經賣剩5伙。其實呢個發展商可以賣嘅樓盤都唔算多，但係點解我哋要睇佢？最主要就佢喺牛池灣清水灣道呢個項目入面係有超過200萬伙嘅建築面積，仲要喺彩虹站隔離。咁我哋翻查翻資料，根據城規會文件係話有成5005伙嘅供應。咁我哋依家就研究下呢5000伙係點走出嚟。其實呢個項目之前彈出又彈入咗好多年㗎啦，由98年玩到14年，批出上蓋施工同意書，但一直都擺喺度。去到21年先再改個供應量，最後去到24年先再重新批核咗文件。所以我之前喺資料月報入面嘅 Table 5.5嗰度係揾唔到呢個樓盤嘅數據。雖然根據網上嘅資料而言係有5005伙，但暫時嘅資料顯示佢只係起緊第一座，其他4座係完全見唔到有任何嘅動工跡象，亦代表呢個樓盤喺5座入面應該得一座喺佢年報所講27年會有供應，大概就1000伙左右。而家終於同大家睇實11間發展商嘅年報啦。你睇入面嘅供應好似唔係好多，阿米我又好似唔係講咗好耐，但係呢啲其實係要花大量嘅時間去揾資料同埋截圖。我為各位觀眾揾咗咁多嘅資料出嚟，係咪好值得大家而家幫我撳一撳個讚同分享俾你嘅朋友睇先？不過呢度搞咗咁耐都有一個好處，就係令我之前做嘅未來供應數據可以更加完整。如果你唔信我講嘅嘢，你都可以喺下方描述欄揾翻相關嘅年報或者新聞去睇翻我係咪老作或者係吹水。其實講到未來嘅供應入面，都係以大家認識嘅大發展商做住宅供應為主。大家有幾可真係會幫襯到呢啲小型嘅公司呢？呢度我再俾大家睇一睇未來大量供應嘅發展商，就發現有債務問題嗰啲發展商出現得係少之又少嘅。喺數據上面，連瑞銀都話俾我哋聽，香港嘅大發展商，例如信置、新鴻基等嘅大發展商，全部嘅財政都係穩健，同時負債比較低，但係佢哋偏偏先係樓市市場嘅未來莊家，而唔係呢啲被放大債務問題嘅細發展商。喺呢度見得最多嘅，咪又係嘉華。同時佢嘅發展佔比都唔係好高，但係大家記唔記得新聞入面係9間入面有6間現金不足呢？我哋再睇下咯，嘉華嘅抵押資產比率係比較低，而且佢嘅現金係遠高於流動負債，即係喺呢個表入面，嘉華只不過係用嚟湊數嘅發展商。另外，宏安佢個抵押資產比率都尚算健康，流動負債亦未算好多，佢都應該仲有能力去做再貸款。所以我哋而家剩翻最後一間就係九建啦。其實個問題主要都係嗰一個預計2027年落成第一期5000伙供應嘅樓盤項目。咁大家聽咗咁耐，為求清晰啲，我都為大家整咗呢個表出嚟，俾大家睇下未來係咪一個無底黑洞。咁我就有啲數字係要調整嘅。咁首先豪宅嘅客源好少，伙數亦好少，根本都影響唔到我哋講嘅整體樓市。喺度我就唔計啦。預計落成伙數就係我上網去揾嘅數據，或者用可見面積去估計，而未賣伙數就係總伙數減20單位嘅數字。咁大家就會睇到，除咗九建之外，偏偏最大問題嗰幾個發展商只係得幾十伙喺未來可以開賣，多啲嘅都係得幾百伙，去到4位數嗰啲個債務又未必有問題，或者係以合作經營為主。所以講到呢啲發展商因為債務問題要急賣都好啦，伙數咁少對個樓市影響係十分之有限。嚟到最大問題嘅就係九建嘅清水灣道項目。九建喺呢個項目大概會起5座，合共5000伙，位置就喺彩虹站隔離。但根據城規會文件，佢住宅部分只係得16萬平方米，即係成個項目要起成5000伙單位出嚟。咁除翻開一間只有33.5平方米，
換言之，呢個項目應該平均嚟講只係得一房先夠數。開售時候冧心亦唔會好大，同時佢嘅補地價只係4000幾蚊，建築成本俾夠8000蚊佢，成本價都係12000至13000一尺。當一房係300尺左右，發展商即使用平手價去賣，冧心都係400萬左右。但係呢啲咁珍貴嘅位置又會唔會400萬俾你買到間一房呢？而家 UD Residence 都夠膽賣成18000蚊一尺，新開價嗰陣時14000蚊都仲有人認為合理，你又覺得呢度係市區地鐵站隔離會賣幾多錢呢？同時而家睇落只有1000伙左右係起緊。其實喺未來樓市供應斷層之下，上車盤供應又唔多，只可以講佢係仲吃香。單係咁計，你都估計到9件想平賣都難。我亦見到9件喺海欣莊園有少少日價咁賣都仲賣得出。如果佢只係用成本價咁賣，投資者應該已經會蜂擁而至，會出現 CLS 嘅熱烈情況。畢竟我一再強調，未來樓市市區發展用地真係好珍貴。嚟到最後，我只能夠講，謠言止於智者。若果用只有100幾十伙嘅發展商去衡量未來嘅供應，未免係太以偏概全。因為發展商數目多係唔代表樓市未來供應多，呢一個先係核心問題。但係負面報導永遠都係吸引力大過我拎一大堆數字去分析未來嘅真正供應。但我都希望我嘅觀眾無謂被一啲危言聳聽嘅人去影響。你要知道佢哋多數都唔係樓市持份者，只係不斷咁去用樓市去刷流量而活。我哋即管再睇下樓市嘅黑洞會唔會發生啦。以上就係我今日嘅全部內容，感謝你費事將我哋嘅影片睇完。如果你都想了解更加多有關買樓投資嘅資訊，都可以睇埋左手邊嗰2條影片。最後，如果你都覺得呢個頻道實用同幫助到你嘅話，記住訂閱呢個頻道，俾多個 like 我，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睇。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達到財務自由。我哋下次再見面啦，拜拜。